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克服语言学习恐惧。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体验啊？就是想学一门新语言，但心里总有点发怵，比如特别怕开口说话，或者总觉得自己进步好慢，好像在原地踏步。是挺常见的。对，这份材料呢，它就像个镜子，能照出不少学习者心里可能藏着的那些焦虑和不安。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借助这份材料，挖一挖这些恐惧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对，还有就是看看这本克服语言学习恐惧里有没有给一些就是说实用的方法，或者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帮我们把学语言这个事儿重新变得让人期待，或者说更有动力一点。材料里特别提了3种，说是最常见的、最容易让人打退堂鼓的恐惧。对，归纳了3种。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可能也是最普遍的一个开始聊，就是害怕说错，怕被别人笑话。这个在成年学习者里面是不是特别突出？的确，这个非常普遍，而且材料里也指出了，这种恐惧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从小到大的那种教育环境。对，犯错很敏感。对，就是对犯错好像有很多负面的强化，然后成年以后呢，我们又会更在意自己的形象，对吧？是的，面子问题。所以就更容易把说错跟丢脸呐，或者能力不行啊这些划等号。结果就是很多人宁愿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把句子想得完美无缺，就是不敢轻易说出来。我注意到材料里用了个词儿，挺形象的，叫语言表现焦虑。Language performance anxiety。对，他好像强调说，这不光是怕语法错误、发音不准，更深层是怕在别人面前显得不行、不够好。没错儿，这种心态感觉就像给自己建了一堵墙，是吧？挡住了交流。真是这样。学语言如果不敢用，那学到的知识就很难真正变成自己的能力。材料里还打了个比方，我觉得挺有意思，说这就像你准备了一大堆好食材，结果从来不下锅去做，那肯定尝不到味道。对呀，那永远也吃不到嘴里。语言能力它恰恰就是在不断的尝试犯错，然后修正这个过程中打磨出来的。那针对这种很普遍的焦虑，材料里有什么建议吗？应该不只是说一句别怕犯错这么简单吧？对，它不只是喊口号，它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叫做积极错误观。积极错误观。positive error orientation， 就是鼓励学习者重新去定义错误，不要把它看成失败，而是看作学习过程中必然的，甚至是挺宝贵的一部分。宝贵的一部分，怎么说？就是说，每一次你被纠正，其实都是一次机会，让你能更精确地调整你的语言脑档。材料甚至建议学习者可以主动去寻求反馈，把别人的纠正看成是一种免费的1对1辅导。免费私教，这个想法有点意思，把错误看成进步的信号。对，积极错误观，这个提法我记住了，它应该也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对吧？我看材料里好像有提到。是的，是的，他详细分析了不同的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这个开口意愿的影响有多大。有研究就表明，如果在一个环境里，大家特别强调语法必须100%准确，或者说同学之间会互相嘲笑什么的，压力很大。对，那学习者的这个语言表现焦虑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材料就强烈建议你要给自己找或者去创造一个，它叫做 low risk practice zone。low risk practice zone。对，比如说找那种愿意耐心听你说的朋友，或者加入那种氛围比较轻松和好的学习小组。或者用一些 App， 现在有些工具好像反馈也比较中性。没错，用一些提供非评判性反馈的语言学习工具。关键就是这个环境让你觉得
就算我说的磕磕巴巴不完美，大家也是接纳我的，是鼓励我的。明白了。所以关键是两点，一个是自己心态的转变，接受积极错误观；另外一个是主动选择或者创造一个低风险的环境。这里也想问问正在听的你，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这种语言表现焦虑就没敢开口，错过了交流的机会？回想一下，什么样的低风险练习区对你来说是最有效的？你觉得把错误看成学习的机会，对你来说，这个转变难吗？要怎么才能真正做到呢？好，那我们聊完了第一个恐惧，就是怕犯错。接着来看材料里指出的第二个常见的困境，感觉学了很久，但好像没什么进步。瓶颈期。对，就是这种学习平台期的挫败感，你肯定也不陌生吧？感觉投入了好多时间精力，单词语法好像也学了不少，但是一到听说就还是老样子。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磨人。材料分析说呢，这背后往往有几个原因，可能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可能是缺乏比较系统性的学习和练习计划，就这儿学一点儿，那儿练一下，努力很分散，效果就不明显。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对，还有一个呢是输入和输出严重不平衡，比如说花了大量时间去看书、背单词，这是输入，对吧？对，输入很多，但是很少去练习写作或者开口说，这个输出就很少，那知识就很难转化成你能用的能力。学了不用等于没学。而且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心理因素，我觉得也挺关键的，就是那个参照点的问题。跟谁比？对，我们很容易可能下意识的就拿自己跟那些看起来进步特别快的人比，或者呢就老是盯着那个好像很遥远的流利目标。这样一来就特别容易忽视其实自己可能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微小的进步。完全正确，这就是材料里强调的叫做进步的不可见性 Invisibility of progress。 对，他用了那个我们可能都听过的种树的比喻。我知道，每天去看感觉不到长。是啊，你每天去看一棵小树苗，你几乎感觉不到它在长高，但是只要你坚持浇水施肥，一天天过去，它最后肯定会长成大树。语言学习的进步也是这样，它往往是比较缓慢的，不是一条直线往上走的，非线性的。对，非线性的，所以需要我们有耐心去灌溉，而且要学会去观察和记录那些不太容易被察觉的变化。那具体要怎么做呢？怎么才能更好地感觉到，或者说确认自己的进步呢？材料里有没有给一些能上手操作的方法？有的。首先，材料建议用过程性目标来代替那种特别宏大的结果性目标。过程性目标 ，outcome goals 和 process goals。对，比如说，你不要老想着我要达到 B2 水平这种，你可以把它换成我这周要完成3次口语练习，每次保证15分钟，或者我今天要看懂一段3分钟的新闻短片，然后能用自己的话说出大意。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对，这种小而具体的目标，它更容易实现，然后每次实现了，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能让你持续下去。听起来像是把一个大象切成一小块来吃。哈哈，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其次呢，材料特别推荐用学习日志或者叫学习档案的方法，记录下来。对，比如说你定期可以每周或者每个月给自己录个音，就朗读同一段文字，或者随便说点什么。或者把你写的邮件啊、小作文啊都存起来。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几个月，你再回过头去听一听、看一看，对比一下。对，你会惊讶地发现，哇，几个月前我的发音流利度或者我用的词语法跟现在比，真的有挺明显的进步。
这种前后的对比是打破那种我没进步错觉的一个特别有力的武器。这个方法很实用，它等于把那个不可见的进步给它显影出来了。没错。所以下次你再感觉自己好像卡住了、没进步的时候，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我的测量方式有问题？我是不是只盯着终点线，忘了看看自己已经走了多远？你有没有试过记录自己的学习过程？这种记录对你保持动力有帮助吗？那么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第3种恐惧了。这也是很多人最终放弃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动力。唉，这个太常见了。是吧？一开始可能兴趣特别高，觉得学语言好新鲜、好有趣，但是慢慢的，那个热情好像就被日常的琐事啊，或者学习的难度啊，一点点给磨灭了。确实是这样。材料分析认为呢，动力的衰减往往跟几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较陷阱，老跟人比，对，老觉得自己不行，不如别人，就容易有挫败感。第二个呢，可能是学习的内容跟你自己的兴趣有点脱节，感觉像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在享受这个过程。为了学而学。对，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缺乏一个足够清晰而且足够有吸引力的学习理由。你到底为啥学？这个学习理由听起来特别重要。材料里是不是反复强调了要找到那个内在的动机？非常强调，它区分了2种动机，一种是外部动机，比如说为了考试拿个证儿，或者工作要求必须学。为了应付。对，另一种呢是内部动机，就是说这个动力是发自内心的，比如你就是对这门语言本身或者它背后的文化特别着迷，特别喜欢。或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成长，想看看更大的世界，或者就是想跟某一群人用他们的语言自由的交流。为了连接。对，材料就指出，虽然外部动机它能让你开始学，给你一个启动的力，但是真正能支持你长期学下去，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坚持的，往往是那些发自内心的跟你个人价值、兴趣紧密连在一起的内部动机。那如果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学的，这是外部动机吧？后来感觉没劲儿了，那怎么办呢？还能培养出内部动机吗？材料认为是可以的。他建议呢，即使你开始的动机是外部的，你也可以尝试去挖掘、去培养内部动机。怎么挖呢？比如你因为工作需要学英语，那你就可以进一步去想，用好英语能给你带来哪些职业发展上的新机会，能让你接触到哪些以前接触不到的有趣信息。把它跟个人发展联系起来。对，或者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英文电影啊、音乐啊、博客啊什么的，把学习和你个人的爱好结合起来。关键就是要找到这门语言和你自己那个个人世界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一个钩子。对，让学习这件事变得对你来说更有意义，也更有趣。找到那个我为什么要学的核心答案，这个确实很根本。那材料里还有没有提到其他一些维持动力的小技巧？提了不少挺实用的方法，比如说一个是定期回顾初心，就是隔段时间提醒一下自己当初是为啥要开始学来着。想想开始的地方。再一个寓学语乐，就是把学习融入到你的爱好里去。比如你看美剧英剧的时候，试着开目标语言的字幕，或者听那个语言的播客歌曲。现在不是还有很多语言学习的游戏吗？对，玩游戏也能学。还有一个培养微习惯，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它强调持续性比单次学多久更重要。细水长流。对，每天坚持个10分钟、15分钟，哪怕就是用 app 刷几个单词，听一小段新闻，这比你一次学2-3个小时，然后1个星期都不碰了，效果要好得多。而且心理门槛低，更容易坚持下来。每天10-15分钟的微习惯，这个建议确实挺好的，感觉压力小多了。
最后一个就是寻求社群支持，加入组织。差不多，就是加入学习小组啊，或者线上的社群呢，跟一起学的人交流经验，分享资源，互相打气。你知道有人跟你一块在努力，这能有效的对抗那种孤独感和倦怠感。材料还引用研究说，有社群支持的学习者，他们学习持续的时间平均能延长大概25个散。哇，1/4呢？社群的力量确实挺大的，互相能给不少能量。回顾你自己的学习经历，有没有哪个时候让你感觉特别想放弃？又是什么让你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在你看来，动力和方法哪个更关键？或者说，他们俩是怎么互相影响的？好了，我们今天一起参照《克服语言学习恐惧》这份材料，算是比较深入的探讨了学习语言时最让人头疼的3种恐惧：怕说错被笑话，怕努力没进步，还有怕热情没了，坚持不下去。是的，总结来看呢，这份材料给我们的核心启示大概可以这么说：面对怕犯错，关键是，转变观念，要拥抱那个积极错误观，然后主动去营造一个低风险练习区。面对怕不进步，核心就是要理解进步它有时候是看不见的，然后用过程性目标和学习记录这些方法来让自己能感觉到、看到成长。量化和感知。对。然后面对怕没动力，重点就是要去挖掘、去强化那个内部动机，找到学习对你个人的意义，并且通过微习惯社群支持这些来维持学习的持续性。而贯穿这一切，我觉得材料最后点出的那个洞见是最深刻的。他说，其实在学语言的过程中，真正的障碍可能不是错误本身，也不是你进步快还是慢，甚至不是你偶尔感觉累了、倦了。那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你内心深处可能有那么一个声音在告诉你，我不行了，我不可能再进步了。一旦你失去了这种相信自己能够进步的信念，那学习的这把火才真的有可能熄灭。相信自己能够进步，这话说的真好。这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我们去小心呵护和培养的心态。对，它也提醒我们，学语言不仅仅是学技巧，更是一场关于心态、关于信念、关于自我认知的旅程。那么在我们这次探讨的结尾，也想把这份材料的启发凝聚成一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如果现在你只能用一句话来鼓励一位正在语言学习路上可能有点挣扎的朋友，或者就是鼓励此刻正在学习的你自己，你会说什么呢？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这次我们一起梳理的来自克服语言学习恐惧的这些观点和方法，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视角，或者说继续往前走的勇气。感谢你的收听。